巨头混战，中国零售正式进入三国时代。建安25年，烽烟四起，电商诸侯割据。美团据本地生活要从京东吃物流仓储壁垒，淘宝携8亿用户之粮草正式参战，一场改写中国零售版图的三国杀就此开场。目前淘宝主页已经出现了闪购图标，美团也叫闪购，而京东则叫秒送。在深入剖析这场巨头纷争之前，有必要先声明一个概念：什么是即时零售？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我认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描述的最为完整，我将其简化为一句话：线上下单，楼下发货。发货地涵盖了实体商超、便利店、连锁门店、前置仓、即时零售门店等等。订单通常是在30分钟到1个小时内送达。这意味着传统零售的3大要素人、货、场正在发生颠覆性的重构。简单来讲，就是利好实体店对传统电商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饿了么联合尼尔森 IQ， 美团联合艾瑞咨询早就对即时零售展开了深度的调查。京东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它独特的视角，我还翻遍了全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籍或者是文章。某文库能够找到几篇不痛不痒的文章，经过比较，所以我认为饿了么跟美团的这2份报告极具前瞻性，也是目前全网最专业的。本文将引用报告的部分结论和我的个人观察展开一个分析。首先看市场趋势，饿了么的报告这张图，便利店、食杂店、即时零售都是在增长的。那当这一块份额变大，那会不会蚕食综合电商的生存空间呢？当然是肯定的。传统电商的模式，我把它画成了一个漏斗形。第一层是流量流入，第二层是商家搞短促瓜分流量。理论上这些流量转化之后，应该是高频复购转化为忠诚客户的，但是现实是流量就很快流走了，它根本没有停留下来，导致商家复购率低，获客成本高企。而即时零售呢？流量进来了，转化成交了，高频复购，形成用户粘性。报告显示，中层转化率高达了78%，这是一座流量的蓄水池啊，它不是漏斗。那为什么即时零售会出现高频复购呢？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路径依赖。一旦选择，即便有更加优秀的方案，人们也会倾向于继续沿用。通俗来讲，就是用惯了懒得换。就像是果粉他不习惯华为，米粉他不喜欢苹果，它是一个道理。比如你当初选择盒马，可能是因为图一个盒马的菜比较新鲜，30分钟到1个小时内送达。但是久而久之，你连餐巾纸、洗衣液也都在盒马买了，需求的总量没有变，但是买了这家就不需要其他家了呀。那么假如你习惯了美团的外卖加上闪购，发现30分钟可以买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并且是价格差不多的，那你为什么还要等上1到5天去电商平台下单呢？那如果你是京东的 CEO 兼淘宝 CEO， 那你怕不怕？怕，太怕了，因为这是要抢饭碗啊！即时零售抢的是城市电商的地盘，那为什么拼多多就那么淡定呢？因为它的战略根基在广阔的下沉市场啊。从2024年他们高管的业绩电话会议当中获悉，拼多多的战略在遥远的大西部啊。美团联合艾瑞咨询的调查指出，消费者的即时消费习惯逐渐养成，从最初的餐饮外卖延伸到了更多的品类，数码电子、各户家亲等等更高客单价的品类了。实体店与传统电商的新格局就将形成了。这种消费趋势变化就意味着实体店不仅仅是依赖于线下的客流量，他们将借助平台的力量，能够将商品销售范围扩大到周边数公里，甚至是更远的区域了。反观传统电商，过去主打低价和丰富的 SKU， 但是配送周期比较长，即时性是不满足的。在急用场景之下，比如说药品啊、急需的生活用品等等，即时零售它拥有的是碾压式的优势。一句话概括就是，用户不是不需要你，而是不愿意等你。那么谁会赢呢？
这取决于谁的护城河比较高了。这是一场技术加上供应链加上用户心智的三强鏖战。举个例子，比如你现在正在外地出差，明天一早是要见客户的，但是你的白衬衫不小心碰到了口红，而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了，你并没有备用的衬衫，那怎么办呢？商场已经关门了，于是你打开某平台选购了一件雅戈尔衬衫，12点半你收到了衬衫，感叹了一句即时零售改变生活。这里就需要平台具备2个很强的支持了。第一是技术，大数据、AI 算法、智能调度等等技术在精准推荐、优化配送方面的应用啊。第二是供应链、前置仓、仓店一体等模式，如何常备高频商品、缩短配送半径等等。但是别忘了，真正的护城河在于用户心智和商户生态。即时零售拼的不仅是速度，更是谁能在用户脑海里占据最快、最全、最稳第一的想法。谁能绑定更多高密度的优质商户，打造千店千面的本地供给呢？谁能率先形成配送节点加上商户加上用户的闭环呢？好了，说的差不多了。三国时代魏蜀吴各有地利和谋略，终局并非是一招定胜负的。零售巨头亦然，谁能稳扎稳打筑牢护城河，谁就有资格笑到最后。未来以来，即时零售不只是一次渠道的变革，更是一场重新定义电商的长期战争啊！谁规定电商必须要快递员送快递，而不是外卖小哥送货呢？好了，我说完了，假期愉快。今天的文案是在高铁上写的，我已经回到杭州了，再见。